唉，天气炎热，狐狸猫想来一份酸酸甜甜的凤梨当点心，没想到吃了几口，舌头竟然有刺痛的感觉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嘎记吗？为什么舌头会有刺痛的感觉呢？为什么吃凤梨时舌头会有刺痛的感觉？ A. 凤梨的纤维刮伤舌头。 B. 凤梨的酵素刺激舌头。答案是 B。 凤梨中含有凤梨酵素，这些酵素具有分解舌头上细胞的能力，因此吃凤梨时，舌头上部分细胞被凤梨酵素分解，产生刺刺不舒服的感觉，有人甚至会有嘴唇红肿的情况。相信你一定听过酵素，除了食物中有酵素，其实我们身体里也有各式各样的酵素哦。生物体内的酵素又称为酶，这些酵素可以帮助身体的化学反应进行，例如代谢作用。我们在摄取养分后，需要经过身体各种化学反应来产生能量或其他物质，这个过程就称为代谢作用。代谢作用包含分解作用和合成作用。身体有时候需要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有时候又需要把小分子结合成大分子。像是淀粉、蛋白质这些大分子，需要酵素的帮忙，才能分解成小分子的葡萄糖与氨基酸。不仅如此，酵素还能让反应变得更快哦。酵素就像人一样，有各自的专长。淀粉酶会分解淀粉，而且只会和淀粉作用，不能分解其他不是淀粉的物质。会与酵素结合的物质又称为受质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淀粉会和淀粉酶结合而被分解成小分子糖类，所以淀粉就是受质。酵素只能和特定受质作用的性质叫做专一性。狐狸猫觉得酵素真是太厉害了，所以它决定把淀粉酶和蛋白质混合，来挑战它的极限。淀粉酶可以分解蛋白质吗？想想看，你认为淀粉酶可以分解蛋白质吗？ A. 可以，淀粉酶可以分解蛋白质。 B. 不行，淀粉酶只能分解淀粉。答案是 B。 你答对了吗？别忘了，酵素可是具有专一性的，淀粉酶只能分解淀粉哦。了解了酵素的专一性以后，狐狸猫继续吃着刚切好的凤梨。为了减少舌头的刺痛感狐狸猫将凤梨泡入盐水，浸泡5分钟以后，狐狸猫发现刺痛感减少很多而且咸咸甜甜的味道又是另一种风味。咦，为什么泡盐水可以减少咬舌感呢？其实大部分的酵素是由蛋白质组成，蛋白质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影响，所以像是盐分温度酸碱性等等的变化，都可能改变酵素的活性。每种酵素适合生存的环境都不同，像是凤梨酵素在高盐分的环境下，活性会降低，甚至失去活性。所以狐狸猫将凤梨泡入盐水中，使酵素的活性降低，舌头的刺痛感当然就减少啦。这时狐狸猫恍然大悟，原来酵素还会受到温度和酸碱性的影响这里邀请你和狐狸猫想想看，当温度升高时，酵素的活性会增加还是减少呢？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藏有温度与酵素活性关系的图吧。上面这个图就是某一种酵素在不同温度中酵素活性的关系。这张图表中，横坐标代表温度，越往右代表温度越高，纵坐标则代表酵素活性，越往上代表酵素活性越高。我们可以在这条曲线上找到酵素在特定温度下的活性，并且比较活性大小。
像是10度 C 时对应到的酵素活性较小，40度 C 时对应到的酵素活性较大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随着温度上升，酵素活性也慢慢增加。到了60度 C 的时候，则是活性最高的温度。超过60度 C 以后，酵素活性又会渐渐下降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在某一温度范围中，温度越高，酵素活性越大。但是当温度过高的时候，酵素活性会渐渐降低，甚至失去活性哦。狐狸猫在查酵素的资料时，看到一个酵素的实验。甲酵素是一种蛋白酶，可以分解蛋白质；乙酵素则是一种淀粉酶。如果把甲酵素和乙酵素加入牛肉汤中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 A. 甲酵素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质。 B. 甲酵素失去活性。 C. 乙酵素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质。 D. 乙酵素不会作用。答案是 B、D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吧。首先，横坐标代表的是酸碱值，中间是中性，向右是碱性，向左则为酸性。纵坐标则代表酵素活性大小，酵素的活性越大，代表它分解物质的能力越强。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知道，甲酵素在酸性时活性最高，代表甲酵素适合酸性环境。当酸碱值超过一定的范围，酵素的活性又会渐渐下降，分解物质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，甚至完全失去活性，没办法分解物质哦。而观察图表中乙酵素的曲线，会发现乙酵素具有活性的范围较大，在酸性或碱性环境中都可以作用，其中在接近中性时活性最高。由于牛肉汤为中性，因此适合酸性环境的甲酵素会失去活性，无法作用，也就不能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质。而乙酵素虽然可以在中性的牛肉汤中生存，但乙酵素是淀粉酶，只能分解淀粉啊，因此它无法作用，不能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质。讲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更了解酵素呢？让我帮你做个小整理吧。生物体内的酵素又称为酶，可以帮助代谢作用的进行。代谢作用包含分解作用，将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；合成作用，将小分子结合成大分子。酵素具有专一性，只会和特定的受质作用。酵素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，活性容易受环境影响，例如温度和酸碱性。最后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，狐狸猫买了一款含有酵素的洗衣粉，包装上写着水温不可超过60度 C，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在水温70度 C 的情况下使用这款洗衣粉洗衣服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